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法国的里昂，我就想说一个事情：当中国人真的太骄傲了。看看是什么？看看是什么？中国银行，中国银行啊！我们中国这么强大，在法国有咱们的中国银行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现在多骄傲！中国银行。反正我也不会表达，我就是觉得我很自豪。中国银行，好了，不说了，后面还有人等着我呢，我们要继续逛街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面具人。今天呀，出大事了，国外现在乱成一锅粥了。美国目前很头疼，他的那个喀什布尔的飞机场还被炸了。导致了很多人伤亡，对吧？这个美军撤退以及在阿富汗接二连三吃瘪的景象，让面具人我从这种事件中看到了，这个事件对币圈未来的影响，以及对世界格局的影响。那这个话题咱们在节目的后半段再说。标题你们也都看到了，央行要带头砸盘了。哎呀，这个事儿非同小可呀。我今天还会从这个事件中延伸一下，讲讲炒币人的心态上面的问题。为什么很多炒币的人容易被割韭菜呀？好，节目开始之前呢，点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。这马上就到9月10号了，转发面具人的节目到3个平台以上就可以参加抽取 XZ 鱼类蛋的活动。好了，咱们先来讲讲央行带头砸盘的这个事儿啊。来看图。8月27日，央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的副局长伊油平表示，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不是法定货币，没有实际的价值支撑，要坚决打击以虚拟货币、区块链名义开展的非法集资活动。下一步，央行将建立常态化的工作机制，保持高压态势，持续打击相关交易炒作的活动。如果发现相关的非法集资犯罪线索的，要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，要增强风险意识，自觉远离，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。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干什么呀？把这个钱留下来给共产党割吗？这个话题已经很明显了，那就是中国对加密货币最后的一张牌呀，很有可能在近期打出。就是中国又要带头砸盘了，不让你们买加密货币。一来呢，可以防止你们的资金外流，因为你买成了什么比特币、以太坊、USDT 之类的币，你就可以很轻松的拿这些币去兑换外汇。听懂了没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是呢，不让你买了以后，你的人民币、你的存款、你的现金就只能等着被政策性的给收割掉，变成了一堆堆那个数字人民币，对吧？然后就是键盘一敲随便增发的那种。面具人早在半年前呀就预测了，共产党要收矿场砸盘的事儿，对吧？导致了4月份、5月份、6月份。这个整个比特币啊，先拉，然后嘞砸到了几乎快到谷底了，几年内的新低。这个结果呀，让我精准无误的判断到了。那接下来啊，面具人再给你们预测一个剧本，接下来的剧本该怎么走呢？现在呀，美国我觉得是有点破罐子破摔了。你们看，美国的外部市场、经济走廊、地盘都在被中国侵蚀，中东市场、东南亚市场都丢了，美国现在就只剩下欧美市场了。那这也就直接导致了美国的外向经济能力变差，他就不得不考虑内循环了。目前来看呢，川普也好，拜登也罢，都没能力扭转这种局面，再加上疫情呀，这个美国的形势会越来越差。目前呢，只能饮鸩止渴。怎么饮鸩止渴？那就是印钱呀，印钱了，经济可以晚点崩，拖一天是一天啊，说不定有什么变局战机呢。不印钱，可能现在就要崩。目前来看，印钱就是必须的了。而且呢，基本上美国的两院的法案也通过了各种各样的印钱计划，3.5万亿、1万亿等等等等。但是呢，你说这么多的钱撒了出来，就会产生极大的经济泡沫。就像我说的，要消泡沫，要去杠杆，就需要币市、股市来消化一定量的泡沫。所以呢，整个经济圈呀，适当的抬高币价、抬高股价，
高位吸引韭菜，让他们进场了以后，再把这些泡沫割掉了。这种做法就是很正常的。不过呢，这一点中国也知道，你能想到，共产党的那些老妖精更能想到。我认为呀，中国很可能不会让币圈在短时间内拉起来，他反而呢还要继续砸盘，就是要借着这个机会继续给美元施压。这是中美经济战的一部分，趁你病要你命。很明显，中国现在不是很依赖美元了。习近平也公开说了，要打破美元霸权。你们看，在中国控制的中东国家、斯坦国家、非洲国家、东南亚国家、一带一路沿线，人家都开始用人民币结算了，对吧？面具人，我没胡说吧？那么这也就给中国缓解了极大的经济压力，让中国能输出自己的这个过剩产能，或者是自己的经济泡沫。咱们反观美国呢，反而是丢了一成再丢一成，再加上内部民众的素质普遍在变低，内卷啊，政治性的恶斗，导致了很多美国，尤其是外来移民，你像这个很多非洲来的啊，还有那些甚至是欧洲的啊，还有一些东亚国家、发达国家的韩国、日本的美国人啊，他们现在都已经在考虑再移回老家去了啊，不打算继续在美国发展下去了。这个面具人我不是胡说啊，美国现在外迁倾向已经达到了近年来的最高点了。所以这种内卷呀、聪明人外逃呀、资金互砍呀、资金外逃，真的是难以避免的了。这种恐慌一旦蔓延开来呀，就很难回头了。恐慌，那说到了恐慌呀、操控人心这些话题，它就需要牵扯到文宣的这个领域了。那么文宣这块呀，中共是世界上最牛逼的啊！你们看啊，中国现在啊，又搞什么娱乐圈文革了，赵薇、钱枫、吴亦凡、郑爽都被拉出来割了。反正呢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罪名。说到这些罪名吧，面具人，我觉得这个罪名你早干嘛去了啊？10几年前、5、6年前、3、5年前，你怎么不查他呢？反而现在去查他，那这反而让面具人我就有疑问了。难道说前几年他就没有犯罪吗？还是说你查他犯罪只是政策需要、经济需要？嘿嘿，这些明星现在都被拉出来割了，说是均富的政策，实际上呢，人的贪念是无限的。这打土豪分田地呀，你们仔细看看，把土豪打掉了，这些穷人分到田地了吗？穷人的田地也顺便被打掉了，对不对？土豪没了也不会给你分田地的，人家有的是权利，对吧？人家想要钱就有钱，人家想要地就有地，你呢只是一个劳动力单位或者是生育单位，你就只是用来被制造社会运动的或者是生产力的。共产党其实特别擅长制造激情和恐慌，激情可以用来操纵穷人去打土豪，恐慌呢可以让一部分有钱人自残。这不，娱乐圈现在搞文革，杀鸡给猴看，整了几个艺人以后，这些剩下的艺人就纷纷把自己的钱拿出来上交了，割肉了。同样的，这个战略对币圈也是一样的。咱们仔细观察呀，币圈的用户，尤其是以炒币为主的、以炒币为生的这些人啊，他们普遍的特点就是文化程度低、素质低，没有很强的学习能力。为啥？因为他如果有很强的学习能力，他的文化程度、素质就不可能低。而且他如果有很强的学习能力，他就会在各个领域都能干得非常好，完全不必要去做币圈这种投资大、风险高的事情。但凡是有专业技能或者是商业能力强的人，他是不可能靠炒币为生的。其实币圈人呀，大部分都是 old school， 他们买什么币，什么时候买，什么时候卖，都是靠激情驱动的，不是靠理性和科学驱动的。他们的学习能力也很差，不愿意去学习产品逻辑，激情一上来就买卖，非常的盲目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只需要雇一些博主网托晒单，自己赚了多少钱，就能让这些人毫无理由的眼红钱去买。这些人严重的没有市场概念，他们不明白
币市、股市，它的本质就是市场的市。可是这些 loser 啊，这些 old school， 他们把做生意、炒币、买股票当做了赌博运气游戏去玩，或者是当成了玄学游戏啊，拿个鼠标一点啊，这个线怎么走，明天是涨，后天是跌啊，宏图霸业尽在掌中，开始就拿鼠标挥洒自己的人生，修改现实了啊，做梦呢。除此之外呢，这些人呀，你问他币为什么会涨，他自己其实也不知道，而且呢，有时候还要不懂装懂的，随便拿个鼠标一点一画，这是什么阿尔法线，这是什么三度逻辑，这是什么这个阿基米德定律啊，这是什么牛顿线，有引力可以把它牵扯往下走。其实说这种话啊，做这种事儿是不需要用任何的学习成本的，只需要拿个鼠标随便一点一画，我也是专家嘛，对吧？看图说话谁不会啊？马后炮谁不会？但是呢，你让他去学更深度的资金管理、投资策略、市场营销、心理学、产品逻辑，这种事情就非常烧脑了，就非常的需要花时间和精力了。他们是肯定不会愿意去学的，而且呢，他们下意识的是排斥一些比较复杂的算法和逻辑的。我简单的给你们形容一下吧，人家比尔盖茨，人家习近平的脑子是 iPhone A13，可能这些人的脑子就是那种小霸王学习机或者是大哥大 BB 机的水平，听懂了没？人家是英特尔奔腾8，他就是英特尔奔腾1。咱们就拿 SLP 来说啊，很多人呀，他就是宁可硬生生的亏钱，都不愿意去孵蛋，反而呢，他就把这个币从高点一直拿到低点，从低点呢就一直等，想等它去上升，始终把自己的命运啊交付在别人的手里，他没办法去控制他的盈亏。早期 SLP 孵蛋啊，盈利可以达到翻1倍，甚至2倍、3倍之多。随着游戏的发展，加入的人也越来越多，这个 SLP 的孵蛋效率也在逐渐降低。目前来看 ，SLP 的孵蛋盈利率差不多在10%到30%之间，具体看你孵出来的宠物了。可是呀，这些人 old school， 你看他就是要硬亏，他就是跟钱过不去，而且这种人呀，他其实特别容易慌。为什么？我刚才说过了，这些人买卖的驱动力是由激情驱动的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信心、市场学和科学逻辑。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啊，这些人的买卖基础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，因为他也不懂他自己买了个啥玩意儿啊，他也不懂他买到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个什么属性，到底有多大的实力，只是凭借着激情一上来，看别人赚钱了，别人一营销，我也要买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呢，这种人非常的容易恐慌，只需要一些这个消息或者是一些人带节奏，就能吓得他割韭菜。为啥？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他买的是啥啊！别人一说啥就是啥，别人说买就买，别人说不买就不买。因为无知，所以茫然。又因为他学习能力差，所以他无知，所以他茫然，所以呢，他就容易被别人引导。别人说买他就买，别人说卖他就卖，然后呢，就这样空空多多，进进出出，然后空多完了就直接从楼上飞下来了，或者是一无所有，对吧？ SLP 你们都搞不懂，这么简单的东西，完全是100%能盈利的东西，你都搞不懂，更别说其他的复杂的币种了。这些商品、这些产品，它背后都是有产品逻辑的。不过这些 old school 这些人激情一上来了以后，他们是不讲逻辑的。其实出来混呀，你们不要眼红别人赚多少钱，别人赚多少钱都和你没关系，心态要好。当你看到了一个商机，你只需要去研究自己有没有能力把握住它就行了，把这个东西产品的逻辑给它吃透，明白了吧？很多人呀，他去买币或者卖币是根本不经过大脑思考的，别人一说一激动，
哗就把钱投进去了，然后呢，别人一恐吓一下，哗就把肉割了，完全没有任何理由，没有任何的这个科学原因，仅凭激情啊。OK， 最后再来说一下接下来的经济走势啊。其实这个币圈的走势啊，它的很大程度上就是东西方的对抗，说具体一点就是中美的较量。中国带上一堆堆这些轴心国家，美国呢则带上这些欧盟呀什么的西方国家。你看啊，美国它这边要印钱，它一印钱，欧盟也要印，对吧？别的国家也要印。中国这边呢，它也印钱，但是呢，它是对内印钱，把老百姓的这个人民币收上来，发的是数字货币，然后呢，他把这个收上来的真金白银又拿出去对外扩张。那这样一对比啊，中国是占优势的，反正中国人日死不反抗嘛，对吧？美国人可是吃不了一点苦。那么多印出来的这个钱，习近平支配的自由度就非常的高，但是美国不行，美国只能有限的通过一些商业手段把这个泡沫消除掉。所以呢，美国想要拉股市、拉币市，对吧？高位套住一部分资金，然后把它消化掉。可是呢，中国也看穿了，中国想砸。那么在这场中美经济较量之中啊，具体谁占上风，这还需要详细的分析。但是呢，中国今天抛出了砸盘比特币的消息以后，确实让面具人陷入了思考啊。我觉得在投资的过程中啊，最好分散一些，保守一些。接下来的1个月的风向会非常的乱，所以呢，我建议各位啊，不要乱弹琴，不要动不动就进场或者出场或者梭哈，不要乱信什么翻倍币，不要乱搞什么梭哈，尤其是翻倍币，它越是翻倍币，你越是不要去梭哈。你算一个很简单的经济账就能明白了。如果说这个币它是能翻倍的，能翻5倍、10倍、20倍，好，能翻5倍、10倍、20倍。你直接梭哈进去了，万一它没翻倍咋办？万一它腰斩了咋办？万一它归零了咋办？那你就一点钱都没有了。那么我再退一步来讲啊，这个币它能翻5倍、10倍、20倍，行啊，翻倍我信，我扔个300、500、600、1000进去，行吧？它翻10倍我就赚了1万，它翻20倍我赚2万，对不对啊？那就算它不翻倍，它腰斩归零了。我也不受什么大的损伤，我能接受，我能承受。可是呢，如果说你梭哈进去了，它没翻倍，你完蛋了。越是翻倍币，收益率高的币，你投的时候啊，越是要拿娱乐资金去投，明白了没？否则呢，你本没了，你以后想翻身你都难，对不对？不管是做合约还是做现货啊，你始终要明白一个道理，包括做人啊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别人赚多少钱和你没关系。投资策略非常的重要，币种的选择、配额也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具体的投资策略，我会在会员群里面进行一些思路讲解，我会定期的在会员群里面分享一下心态呀、产品的选择方面的一些知识。如果有想要加入面具人的会员群的，请看，这是我的 LINE ID Maskman996，添加我就可以办理会员入群手续。别忘了转发面具人的节目参加抽奖哟，转发到3个平台以上，截图发送给我，就有机会获得本月的大奖 Axie 的鱼类蛋。剩下的话咱们群里面再说吧。